真是太好了！阿平的新家马上就要封頂大吉了。早早的起床就趕到了後山的森林里，他要砍下一些棕榈树的大叶子，以此來作為新房的屋頂。这种叶子很大很寬，用来作为屋頂再合適不過了。阿平真是個聰明的女子，從決定蓋新房到目前房子快要封頂完成，她甚至沒有花費一分錢，這也完全是憑借着自己的機智聰明與辛苦勞動。不過一個孕婦能把房子建成這樣也是太不容易了。搬竹子時的不小心滑倒，然後又被竹子壓在肚子上，在房頂搭建屋頂的時候一不小心踩空，差點從房頂跌落，每一次都讓小編看得捏一把汗。不過好在有驚無險，沒有傷到孩子。為了能跟腹中的孩子建造一個溫暖的家，阿平一次次的跌倒，又一次次的站起來，真是個堅強的女子。收集好了這些棕櫚葉之後，便準備回去了。拉着這些棕櫚葉回到了施工現場，把這些棕櫚樹葉子從中間撕成兩半，然後很熟練地打成一個繩結。別小看這個簡簡單單的動作，這可是阿平的智慧的結晶。由於他沒有螺絲等各種好用的連接工具，阿平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一樣的效果，方便到時候可以將棕櫚葉很好的固定在房頂上。時間不長，阿平又找來一個長長的竹竿，用這個竹竿把這些大葉子高高的舉了起來，然後用力扔了上去，搭在屋頂上。阿平始終是一個人幹活，對於他來說太不方便了。要是此時能有一個人在旁邊搭把手就好了，這樣進度肯定能快上不少。然而阿平現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將所有的棕櫚葉都扔到房頂上後，只見阿平深吸了一口氣，再次展現出驚人的勇氣。他再一次朝着房頂爬了上去。儘管阿平是個懷有身孕的柔弱女子，但她的勇氣卻比鋼鐵還要堅定。說實話，這樣的危險舉動，別說是一個女人了，就算是一般的男人，恐怕都要望而卻步。隨後在阿平爬上房頂後，將這些棕櫚葉整齊地擺放在屋頂，然後又拿來了剛才撕成兩半的棕櫚葉，把葉子緊緊地綁在房頂的竹片上。不得不說，阿平的這個搭建手法太讓人震驚了，各種工具一個都用不到，卻能將這些棕櫚葉安裝得十分堅固。阿平從房子的下面有條不紊地蓋着房頂，將這些大葉子一層一層地疊加起來。他心裡明白，只有這樣重複去好好做，到時候大雨傾盆時屋頂才不會漏水。在被很多的前夫驅趕出家門後，阿平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遭受的一切。他的生活就像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的突變，心裡滿是悲傷與黑暗。然而阿平即便身處這至暗時刻，阿平也從未有過一絲放棄生命的念頭。阿平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傷害他的人，他要證明不靠他的前夫幫助同樣能夠頑強地活下去。隨着肚子裡的孩子在一天天的長大，阿平面臨的困難也會越來越多。他現在沒有錢來買些好吃的來補補身子，每天都在不停地為生存而奔波。阿平現在根本沒有時間休息，更別提去縣裡的醫院來檢查身體和孩子的健康了。阿平這樣的苦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敢想象的，可阿平卻在這樣的絕境中咬牙堅持着。看着阿平一片一片地安裝着這些大葉子，他專注而又努力的模樣讓人很佩服。此時的阿平太累了，汗水不斷地從他臉上流下，可看阿平的樣子並沒有要絲毫停歇的意思。一想到馬上就能在新搭建的房子裡安然入睡，他就感到渾身充滿了力量，幹起活來更加起勁。很快房頂眼看着就要完工了，可這時卻出現了一個問題，大葉子似乎不夠用了。阿平見狀，趕忙從房頂上下來了，又抱来更多的大葉子叶，一片一片先扔到房頂上，隨後便又爬上屋頂，繼續投入到緊張的搭建工作中。幸運的是，今天的室外不是很熱，溫度剛剛合適，這種環境下其實還挺適合室外工作。阿平將幾個比較寬大的棕櫚葉蓋在房頂的中間位置，因為他知道這裡是最容易下雨漏水的地方，所以搭建這些葉子的時候顯得格外仔細。他可不想在日後的某個夜晚正安穩的睡覺時，大雨突然來臨，然後屋頂開始漏水，讓自己和孩子陷入困境。
看着阿平高高隆起的大肚子，大家不妨来猜猜他的肚子里的宝宝几個月了呢？是活潑可愛的男孩子，還是乖巧伶俐的女孩子呢？希望这個小寶寶平平安安地來到媽媽身邊。在阿平不斷的艱苦奮鬥下，阿平終於成功地完成了房頂的搭建，實現了封頂工作。這是多麼令人振奮的消息啊！隨後的工作對於阿平來說就比較輕鬆了。看着一個空地方從雜草叢生變成一個溫暖的家，真是打心裡為阿平感到高興。希望阿平趕日完成後續的工作，早日住上自己的新房。